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家族聚会上，舅舅全家一听我家总公司的财务要由我来担任，表妹顿时急了：“表姐，不是我说，你怎么这么自私？姑姑所有家产你都霸着不说，连个岗位你也要和小熊争。小熊也是你弟弟，姑姑没教过你要礼让晚辈吗？就是。你们家那么有钱，给小熊安排一个财务总监的位置怎么了？要不是我当年借了你爸10块钱，你们家的产业能做到今天？”舅舅也站了起来：“好家伙，我们家的公司啥时候轮得到别人指手画脚了？就因为是亲戚，就要被你们全家一直吸血呗。”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大学毕业那天，舅舅一家顶着庆功的由头，前一晚就齐整的来我家报道。进门时，我刚摆好碗筷，一听有佛跳墙，舅舅一家齐上阵，3两下风卷残云。我和我妈端菜的功夫，出来时汤中见了底儿，我妈尴尬的笑笑：“熬少了。”我就大手一挥：“不妨事儿，可正长身体，咱一会儿去香格里拉吃点夜宵。”我眨眨眼，24了还长身体，表妹可真能长。从香格里拉出来，舅舅仍觉意犹未尽，又嚷嚷着要泡温泉。考虑到我妈，我爸毫不犹豫地点了头，舅舅财大气粗地叫了个 VIP， 一池子就我们2家人。姐夫，你可真会享受啊！舅舅眯着眼，惬意地瘫在池子里。表姐，你可真命好。姑姑、姑父这么大的家业，以后可全是你的。一道声音响起，我看了眼表妹孙可欣，这货阴阳怪气，瞎说什么大实话。表姐，听说你这次毕业了，要回来给姑父当财务总监。我撇撇嘴，这是我上大学就和老爹商量好的，毕竟自己家的生意，财务岗又那么重要。当然我也知道，以我刚毕业的能力，肯定是无法胜任财务总监的，只能一步步的来。要我说，表姐你都这么好命了，就应该毕业后直接享清福，应该把姑父单位的财务总监的位置给了小熊。你说你车房哪样姑姑没给你配齐？你这金汤匙都含得7、8把，也不说匀点给我们。孙可雄是舅舅的小儿子，也是命根子。这话说的，饶是我见多识广，也有点吃不消。我这舅舅也不知上哪儿偷听来我爸公司的财务总监离职了，立马就瞄上了。因为我家条件好，就应该把我爸公司的财务总监随便的送了人，这是什么道理？而且公司的财务岗那可是极为重要的，甚至可能影响一个公司的未来。舅舅刚才喝了不少，这会儿说的都是掏心窝的话。姐夫，咱小熊没出息，念了个专科，柔儿眼看大学毕业了，就要进公司集团了。小熊这个做兄弟的也不能太拖后腿吧？姐夫，你要能把咱小熊调到你单位做财务总监，弟我就是当牛做马也得还姐夫你的恩情。我爸是独生子，一直把我妈的弟弟看作自己的，但不代表我爸疯到拆自家的墙，去填舅舅的无底洞。单位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我不能随便的指个人就上。小熊还太稚嫩，财务可不是个能马虎的岗位。我爸摆摆手，就是柔儿来，也得从基层会计做起。孙可欣不敢反驳我爸，眼珠子一转就落在了我的身上。表姐，不是我说，你怎么这么自私？姑姑所有家产你都霸着不说，连个岗位你也要和小熊争。小熊也是你弟弟，姑姑没教过你要礼让晚辈吗？这话我不乐意听了，合着礼让晚辈就应该没有下限，
把公司重要岗位平白的给了游手好闲、不学无术的孙可雄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光这些年，孙可雄光赌就输了几十万。这要是给了他财务岗，万一挪用公司的资金，就因为我是姐姐，还有个有钱的爹妈，你还亲姐呢。你这么爱小熊，你倒是把你大学获奖作品给他，我不甘示弱。柔儿，怎么和你妹妹说话呢？就今天可把话撂这儿了。你一个丫头片子，就是让你去当公司的财务总监，又能如何？过2年还不得指望你弟、你爹妈，都得指望我们小熊给送终。好家伙，一句不合就钟都送上了。我爸妈好吃、好喝、好招待，你这就皱开了。我爸妈自然有我，舅舅你喝多了。表姐，你怎么和我爸说话呢？你还真是没教养。今天我就带姑姑说教你。你一个连家庙都不配进的外人，在族谱上那都是要除名儿的。姑姑这一支也是因为有我爸才配落个牌位。至于你，日后那就是连祭祀都永不许踏入家庙的低贱之身。孙可欣竟然急了，好我的天，这是拍剧呢，这台词没点功底可写不出来。我扭头一看，亏我妈去买单不在，我爸喝的有点大，不然我妈得多伤心啊。我招招手，示意孙可欣凑近点儿，妹妹还是盯紧自己那点1亩3分地吧，手伸那么长，小心连窝也被端了。当晚舅舅一家住在宾馆，说是去家里不方便，然后转头要了个总统套房，把他俩送回房。我直接去找经理，706和707今晚再有额外消费，我名下的所有会员再不续办。我晃了晃手里的黑卡，经理点头如捣蒜。第2天中午，我爸在宝格丽酒店订了桌饭，舅舅一家自然是积极的响应。服务员开1瓶罗曼尼康帝，我外甥女大学毕业了，出息了，今儿得好好的庆祝。先生请问有预存吗？限量酒不对外的。服务员笑得恰到好处，开我的吧，高光时刻。我爸救了场。可心，想吃什么尽管说。我妈递过菜单，姑姑真好。孙可心不负众望，点了价目表上的前3位。舅舅2杯酒下肚，又想说掏心窝子话，柔儿最好命，投胎会头不说，考啥行。不过一个女孩子家再优秀也白搭了，嫁了人还不是便宜外人。姐夫你恭王府的那套房，真打算给了柔儿，然后赔给外人啊？好吗？昨晚那一套又来。姐夫，柔儿毕竟是个女孩，与其把房子赔给她，最后不知道便宜了谁，不如把房子过户给小熊。这孩子可是你从小看到大的，又是我姐的亲外甥，那可真的也是你们的孩子。我妈皱了皱眉头，恭王府的房子可是柔儿出钱装的，那有啥？柔儿一个做姐姐的，别说装潢了，就是添上一成套家具，那不也应该吗？再说了，柔儿也就这2年能顶点事儿，等嫁了人，还不是搬空娘家，贴补婆家，赔钱货一个。我爸低头看手机，我妈起身去买单，这是我家不成文的规定，一言不合就开撤。舅舅丝毫不觉，越说越兴奋。要说姐夫你暂时想不通房子的事，咱先把小熊弄进你公司，柔儿结了婚还不得搁家里带孩子，你培养他那都是打水漂，还不如培养咱小熊。小熊以后混出息了，给姐夫你们养老。我妈结账回来，正好听到舅舅的经典言论，既然柔儿是外人，那我和你姐夫趁现在就锻炼小熊。比方说家里那辆玛莎拉蒂的车贷小熊还，房贷。咦，盛言你不赞同吗？舅舅梗着脖子，那就让柔儿还完的，急什么？
又不是明天就嫁人，就是个车贷、房贷。姐，你把他养那么大，金尊玉贵的娇养着，也该回报一下这个家了。现在不用他，回头嫁了人，指不定还得倒贴，养了一头白眼狼。说到关键处，舅舅也顾不得收敛下满嘴飞溅的唾沫星子。姐，小熊是咱老孙家孙子辈里唯一的男丁，那是要承继香火的。你忘了当初在家里弟是怎么扶持你的吗？要没你弟我，咱妈和你得过得多艰难啊！若非你弟我在祖宗庙里给你撑着，姐你能嫁上姐夫这样的好人家吗？而今弟的儿子终身幸福，姐你难道不该帮一帮吗？舅舅吐字铿锵，语气坚定，说的真情流露，我都差点笑出声。现在只是要恭王府那套房子，姐你名下那么多房，柔儿照样有的赔。再说柔儿陪嫁那都是算外人的，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啊！姐你可要三思，还是能少赔少赔，能不赔别赔。就是，表姐你也太不懂事了，你又不是断胳膊断腿，一提让你扛点事儿，就想撂挑子休息。孙可欣华丽丽的给了我个大白眼，还个贷有多难？姑姑把你养这么大，表姐你什么好吃好喝没享受上，这回轮你回报一二，你就推三阻四，真不是个东西。搁以前就该把你进猪笼。且不说我嘴都没张，怎么就我家的房平白无故的要过户给你弟，然后过了户，我还要吭哧吭哧的给还上贷，我爸公司的财务总监还得双手奉上，有半点迟疑就要被拉去进猪笼，合着我全家就应该为你弟奉献一生。很好，表妹和舅舅都神经了。鉴定完毕，我爸当机立断，拉过我和我妈就往外走，全程黑脸。毕竟我爸手底运作着78家房地产公司，他随便拉个脸，那也是自带气场的。舅舅很是识相，没吱声。原本我们以为这事儿到这儿就算了结了，我爸妈的态度已经明确的不能再明确了，哪知这才是个开始。2、3天后，我妈接到电话说姥姥病了，我下班后马不停蹄地赶往医院，没等上电梯，我走楼梯上的，恰好在楼梯口看见外婆和舅舅摇耳朵。妈，你可千万照我的话说，要么是恭王府的那套房，要么是姐夫公司的财务总监，至少稳拿一个。要是我姐松了口，你就一顺2个都让她应下。外婆一脸坚定，儿啊，你就放心吧，妈铁定站你，一准儿给小熊铺好路子，房子和工作一个都不能落。对，一个都不能落。舅舅越说越激动，妈，只要咱小熊能进了姐夫公司，当上那个财务总监，姐夫的公司就是咱小熊的了，儿子一定给他挖个底朝天，您再不用看姐夫的脸色，从此姐姐一家就是妈你手里的风筝，你让他下来，他就一准儿上不去。到时候儿子铁定把妈您接过来，和儿子一起住大别墅，带露天游泳池那种，您再不用担心老来孤苦，没有儿孙绕膝。外婆脸上绽放出少女般的娇羞和明亮，她连连点头。我自识事儿起就知道外婆偏心，有啥好吃的都流水似的往舅舅家拿，轮到我家总是捡剩的，但总归比外人强吧。到底是我妈的妈，哪里想到外婆心里只有我舅，就是我舅的孩子也比我妈这自己肚里出来的亲近。我进病房时，外婆又躺回床上了，一见我，外婆强撑一口气坐起，话没出口已是老泪纵横。柔儿，外婆活不久了，张口就是惊雷。我要不是刚瞧见外婆生龙活虎的和舅舅算计我妈，这会儿怕是也信了8、9分。
柔儿，外婆记挂你弟弟小熊，小熊他就念了个专科，以后可哪有工作要他啊？我撇撇嘴，这演技说来就来，金马影后啊！外婆双手像枯藤老木一般的紧攥住我。柔儿，柔儿，你得心疼你弟弟啊！外婆出气多过进气，眼看下一秒就要狗带。柔儿，你让你爸把小熊弄进公司吧，只要小熊坐上财务总监的位子，外婆走也走得心安。我笑笑，行，只要小熊拿下会计证和高级会计师证，外婆你可得撑住。外婆两眼放光，立时精神恢复了大半。舅舅摩拳擦掌，激动地来回踱步。呵呵，这是对自己儿子的能力有多大的误会呢？别说高级会计师，就是会计师，有生之年孙可雄都难。我妈正好这时赶来了，舅舅和外婆一对眼，外婆立马躺尸，装作一副柔弱不能自理的样子。舅舅扑过去嚎啕大哭：“娘啊，你可千万撑住，您还要等着看小熊结婚成家呢。姐她一定会帮我们的，她可是小熊的亲姑姑，是吧姐？”我妈绷着脸点了点头。妈，你觉得哪儿不舒服？外婆垂死病中惊坐起，张了张嘴没说话，只一味扯着我妈的袖口，眼睛盯着舅舅。我妈明显地是当真了，眼泪扑簌簌的直往下掉。妈，你放宽心，有啥还有我和盛妍呢？我妈紧紧地攥着外婆的手，肩膀微不可察地抖动着。小熊，小熊，小熊没房子。外婆用尽全力地吐出这几个字。妈，盛妍还正当壮年，你不必这么牵挂。再说还有我呢，我总会帮衬着的。我妈声音颤抖，一颗心思全扑在外婆身上。我看外婆这马上就要演到高潮，悄然地退出房间，寻了值班的医生。果然，我再回来时，我妈已经哭得泣不成声，几次就要栽倒在床头。儿啊，我是不行了，你万万把小熊照顾好，不然我走得不踏实。不踏实就是即刻叫我去了，我也合不了眼，合不了眼。孙梦妍，你就给我一句准话，恭王府那套房，你到底肯不肯过户给小熊？孙梦妍就是我妈。外婆直呼我妈的大名，看来来软的。我妈没点头。你要不点头，我做鬼也不会原谅你。你个不孝女，赔钱货，自己的亲外甥不疼，你还是个东西吗？哎呀，我天，老太太这精神头可真不赖。外婆，你回光返照了，瞧着挺精神啊。小东西你懂什么？大人说话你插什么嘴？真不懂礼数。舅舅极其败坏地责备我，差点泄了气。好了，医院容不得喧哗，302床，不要大惊小怪，低血压就哭成个这。老太太，你这病8成就是做的，我看还是早点出院吧。王主任领着2护士冷冷地打量过来。低血压出院？我妈一脸懵逼，不是得了绝症，没剩多少时日了。王主任一脸无语，老人耍孩子脾气，你们做儿女的也该有点分寸。一个低血压哭闹成这个样，老太太这么个做法，没病还要做出病来。行了，采个血，没事儿出院吧。舅舅一听这话，伸手就要拧外婆。舅舅，你有话好说，您外婆这多疼啊。我妈在抬起头时，神色已经恢复如常，她必然已经看清外婆的伎俩。行了，你们快点儿腾房。我说老太太啊，你少安无躁，别一哭二闹的，小心真折腾的自己寿数短了。王主任说完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外婆尴尬地捂着脑袋。梦妍啊，妈头疼，脑仁疼，你快给你舅妈我按一按。妈，你还是让盛妍来吧，
盛言才知道您到底哪不舒服。柔儿，陪妈妈去办出院。我妈冷了下颌，拉过我就走。柔儿，你是不是来的时候就看出来你外婆是装的？走出病房，我妈问我如实的把走廊听到的告诉我妈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妈一直奄奄的，我知道她心里难受。外婆更重视孙子，这原本没什么，可总不能把女儿一家当傻子吧？再说，我家的房子那也是我爸妈辛苦地奋斗得来的，凭什么要过户给孙可雄那个连分数乘除法都算不机密的败家子？到家后，我爸仔细地问了外婆的情况，才开口安慰我妈：老太太要真担心，不然我给小熊找个工作，一则小熊有个正经工作，你弟也不用总眼红柔儿的财务位置了；二则小熊若真上进，你我搭帮的付个首付，买房也是迟早的事，这不老太太的顾虑都解决了。我妈心下感动，又气外婆和舅舅，最终还是点了头。按说这事儿算是皆大欢喜了。舅舅求人得人，还是半夜笑醒那种。立冬那天，我妈起了大早去外婆家包饺子，我和我爸下班后也回了外婆家，原想着小熊工作有了着落，我家算不得有功设计，也算出了力的。结果从进门开始，外婆和舅舅就没正眼看我。可心，快和小熊回沙发上吃水果，厨房哪用你来啊？我们可心就是疼人，真是个小棉袄。小熊，快趁热喝，你姑拿来的燕窝那可是好东西，喝了这碗再来一碗。柔儿，你来外婆家怎么也不买点拿得出手的东西？买个果篮那是糊弄谁呢？别坐那儿扣手机了，赶紧给可心倒杯咖啡。我为我妈低头照做了。哪知表姐，你这是咖啡还是洗脚水？你是真瞎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？你家怎么净干那些鱼目混珠的事儿？孙可心噌的一下站起，一把端起咖啡泼我脸上，亏得我后退了一步，不然那滚烫的咖啡非得掉我一层皮。孙可心，你疯了？你干什么？我一时气愤，踢了掉在地上的咖啡杯一脚，咖啡杯咕噜噜地滚到孙可心脚下。孙可心气得跳起，一把过来揪出我头发，就扯开嗓子骂：你个没家教的东西，谁教你拿二流公司小职员的工作来侮辱我弟的？你家就有多高贵了？生不出儿子的家有个屁用！乖乖的把你的财务总监位置给了小熊，不然我见你一次抽你一次。最初我还是尽量不还手的，不是我说，我要真出手，7、8个孙可心也不是我的对手。但后来我无法忍了，竟然嫌工作不好，那你也别想要了。我直接拨通了负责小熊的公司老总的电话，不出2天，舅舅就找上门。正逢我妈赶着去机场，盛言有什么事回头再说，我11点的飞机。舅舅不耐烦地推了我妈一把：姐，你就别敷衍我了，你这一走，我是不是再也联系不上你了？你们这点不上台面的手段，我还是多少了解的。前脚说给小熊安排工作，后脚就改变主意拒了小熊。姐，你这是闲着没事儿耍我们老实人玩呢？我妈停下手里的事，长久以来第一次正视这个愈加陌生的弟弟。你有时间在这儿胡搅蛮缠，不如回去问问可心，是那孩子说小熊不需要这样，那话怎么说来着？哦对，二流公司小职员的工作。我妈双手插兜，气定神闲的回应。舅舅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，二流公司也好赖是个公司，骑驴找马总比双腿强。不是我说你，姐夫自家开的公司，偏要让小熊去外头，谁不知道姐夫的公司环境好，
待遇又高。小熊在这样的环境工作，出去找对象也腰板直。姐，难道你不想小熊好吗？我妈没了耐心。既然你这么了解公司福利，想必公司规则你也多少清楚。小熊想去哪个部门，你回头短信发我，我会通知人事部联系你的。舅舅得了便宜，立马换了嘴脸。姐姐，让弟送你去吧，你这么多行李，弟帮你拿，你小心台阶，慢点儿，慢着点儿。我妈摆了摆手，柔儿，你去叫老张。盛言，你确定让我坐你的豪爵摩托去？舅舅也不脸红，我这不和你客气客气，姐你那么有钱，哪儿还用得着我？说罢，舅舅脚底抹油，骑上他的豪爵，志得意满地离去。去机场的路上，我妈不无担心地问我，我这一走，家里就剩你和你爸，你爸忙得脚不沾地，还得你照顾。若是你舅舅又来找你麻烦，妈不是舍不得给小熊，但凡他肯学，妈一定手把手地带他。可他偏偏不走正路，妈怎么放心把他这样的大蛀虫弄到你爸一手建起的公司里来？我点点头，我妈的苦心我自然知道。一边是舅舅和外婆，不亲不亲，那也是唯一的娘家；一边是风雨同舟的我爸妈。我觉得你做的挺对，小熊要去公司，那是人事部的事，他有那能耐，也不用在这死乞白赖的和你磨叽。小熊要没那本事，进来也是捅娄子，到时候可不见得舅舅有本事给他善后。我妈别过头，不再聊这个话题。我妈走后，公司开始培训，我正式的入职。这天，我正整理资料，就听到走廊里有人吼我名字，吴雨柔，你出来，你有种出来，你钻里面算什么缩头乌龟？我一手扶额，是孙可欣。邻座的郑姐一脸八卦，小吴啊，你别是和有妇之夫好了，人现在正主找上门来，你可怎么办啊？孙可欣，我在上班，有什么事？吴雨柔，你少给我来这套，姑姑明明答应让小熊入职的，那人事部的欧吉桑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你眼红我们小熊，背地里使绊子？我说你怎么这么歹毒啊？就见不得别人好吗？这回我没犹豫，果断地按了警铃。你孙可欣平时疯惯了我不和你见识，但不好意思，这是办公的地方，可容不下你这疯狗。我冷冷地丢下这话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，也没去管孙可欣和保安拉扯成啥样。据说他走得挺狼狈，刚做的指甲全折断了，还好巧不巧的被刮花了脸。人嘛，总得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代价，何况他孙可欣可没少冲动。又逢冬至，我和我爸反复的思虑，还是硬着头皮去了。毕竟我妈回不来，若她在，她定是想去的。去之前，我和我爸再三约定，避归避，避不开，咱也不是稻草人，让他们随意的拧巴的。本着一家人以和为贵，我提了2箱燕之屋。外婆开门一看是我，脸上的波斯菊立马谢了，东西放下，人就别进来了。可脸上还顶的大红血夹子呢，谁想看见你？我爸拽了拽我，刻意的露了脸。哟，女婿也来了啊？只不过这冬至我一向是和儿子过，女婿一家那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外人，连个工作都要亲弟弟再三跪求，最后还给耍笑了。我一个老太婆了，没那么大脸面同你这大老板坐一处吃。女婿还是哪儿来的，回哪儿去吧。我爸也痛快，带着我并2箱燕窝就打道回府。刚出楼道，就听见外婆隔着窗户叫骂，有钱的都是抠搜胚子，我女儿孝顺我的2箱营养品还给搬走，
真是黑了心肠的歹毒东西。回去的路上，我爸一言不发，坦白地说，我爸对我外婆一家真不赖。早些年外婆身体好时，外婆说想尝尝云南米线，我爸就打飞的带外婆去。外婆说想瞧瞧骆驼，当晚我爸就新入辆迈巴赫，直接第二天拉我外婆去新疆实地看。哪成想这一件事没如外婆的愿，外婆说翻脸就翻脸，也难怪我爸心里不舒服。不过我想得开，这摆明的及时止损啊。我妈回来这天，我心里还是有点咯噔。这出了一趟门，回来发现娘家和老公撕破脸，给谁谁乐意。没办法，寻个周末，我陪我妈回了趟娘家。先不说进门就铺天盖地的白莲子挑毛病，外婆一张口，你女儿把人可挖破相了，你知道吗？就给我整懵了。谁挖的？挖的谁？外婆根本不听解释。你要还想认我这个吗？把这儿当你娘家，就让柔儿给可赔礼道歉，再把公司那财务岗给了小熊。我妈好言好语的哄了半天，也没换来外婆一点让步。最后我妈急了，妈，都是当妈的，我就不懂为使您那么偏宠弟弟。我难道不是您的女儿吗？前年您摔断腿，要不是我和柔儿爸找人给您做手术，您这会儿还在床上瘫着呢。盛言怎么说的来着？他说您这么大了，我接过话茬，这对人的事儿我早想来了。您这么大了，还下什么地呢？床上躺着多好，做个手术多受罪呢。其实就是抠搜那3-2万手术钱。结果呢？结果我妈给你买的保险报下来，才花了不到2000，我就可是您一门心思的偏宠的宝贝儿子啊，怎么关键时刻不替您着想呢？外婆，我劝你呢，儿女的事儿少掺和。我爸妈经济实力在那儿摆着，又明理孝顺，何必为了我就一家和我爸妈闹生分呢？您儿子要真靠得住，也不用您在这儿耍老赖替他们打牙祭啊。这一番话下来，外婆立时红了眼。没家教的东西，你说谁靠不住呢？你还想离间我们娘俩，真是心思歹毒，同你爸一般黑了心肠。见外婆冥顽不灵，我拽起我妈就走。外婆，那我们不碍您眼了，您可千万守住了，花钱跑腿可甭找我妈。从外婆家回来，我妈颓了1星期，恰逢周末，我开车载我爸妈去踏青。刚出门没一会儿，就接到陈婶的电话。陈婶是我家阿姨，一周来个2-3回。小姐，可不好了，刚就老爷和表小姐硬闯进来，说要赏完老爷的古董字画，墙上挂的、橱窗里摆的，都被舅老爷端走了。我爸尝试着问我妈，你同意借他赏完的？我妈气得眼泪直打转。爸妈，这件事交给我吧，我一准儿全给您拿回来。柔儿，到底是你舅，你掂量着办吧。我妈到底有点顾念姐弟情分，我为了我妈，决定去舅舅家走一趟。真是冤家路窄，开门的是孙可欣。哟，表姐，你还真是纡尊降贵来我家啊！我家这么个小地方，真怕容不下您这样的大佛，我忍了。呵呵，可，那啥，我就不在。孙可欣哗啦一声拉开防盗门。表姐，您还知道有个舅舅啊？怎么你对我下手时，没想到交代不了我爸啊？得嘞，我要不是顾念我妈，早把你摁地上摩擦了。我再忍。可，我来不是和你翻旧账的。那天在公司，也是你不分场合的无理取闹在先，不然我也不会交给保安处理。只要你稍稍的配合，其实有些是可以避免的。孙可欣气急败坏，你是说我自找的喽？对，我就这意思。也可以这么说，表姐，你来，
不会就是来串个门子吧？孙可欣说着，起身反锁了防盗门。这我有点琢磨不透了，意思扣我做人质，我爸就能把财务岗给小熊。孙可欣气定神闲地坐我对面，表姐，其实我一直特讨厌你，总一副高高在上，好像自己多么高贵的样子。说白了，你也就比我们会投个胎。不过姑姑就是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，你又能好到哪儿去呢？我忍不了了。孙可欣，你说我就说我，你有什么资格评论我吗？我没资格。他口口声声地说我和你一般亲，怎么你弹的雅马哈钢琴，请的私教老师，我就连学个声乐还得我爸低声下气地问姑姑借钱，怎么你穿的大嘴猴匡威，我就只能混个森马，以纯随便穿穿，你家稍微的搭把手，我爸就得感激涕零的做牛做马，这就是亲姑姑。别忘了，当年可是我爸借了你妈10块钱，你家才能凑到投资金，没我爸哪有你家今天啊？我弟要个财务岗怎么了？你们还不应该双手奉上感恩戴德吗？这话说的，我差点笑出猪叫。你爸游手好闲，不好好奋斗，直接影响你生活质量，干我妈啥事？不是我家出息了，就应该一道拉着你家奔富吗？问题是你爸不求上进啊。是你爸在我家创业初期出过力，可这些年光我妈就给你爸介绍了不下10个事业编，你爸哪个能干住？不是去了3天喊腰疼，就是跑车给人家蹭了车，再或是当私助拿错了文件，这也怪我妈。你少废话，你妈要真心的为我爸好，怎么不把你爸公司分一半给我家？我气急反笑，看来我是怎么也和他说不清了，我非要和一牲口讲道理，真是自讨没趣。我起身朝门口走去。吴雨柔，你不是还想走吧？孙可欣狞笑着问我，不走留着过年吗？孙可欣，你别自取其辱，我不想和你动手。小熊，你摁住他，看我不刮花他的脸，让他再横。孙可欣一把抄起桌上的水果刀，孙可熊冲出房间，做事就要向我扑来。我说怎么听见房内有人，却不见出来，原来是在这儿等我呢。吴雨柔，我给你2条路，要么打电话让你爸把财务岗给了小熊，再给我跪下道歉，要么别怪我当表妹的不近人情。我看着孙可欣身后膀大腰圆的孙可熊笑了，是谁教的你以貌取人？说时迟那时快，我一个绊脚把孙可欣摔到茶几上，再一个鲤鱼打挺接过肩摔，把孙可熊扔地上。我原计划扔沙发的，奈何他吨位确实有点过，不好意思。你以为家大业大是谁都能享受的？为了自保，我从初中起学的空手道，在打漏13个沙包后，也算有点样子了。妹妹，我劝你及早的把我爸的古董画原封不动的送回来，不然我要你加倍奉还。回去后，我耐心的等了1周，没动静，我爸的画还是没着落。那成，我直接去派出所立了案。哦对，还是涉案金额1500万元，加入式抢劫的大案。案子很快的就惊动了上面，在 B 市掀起了轩然大波，多家媒体争相爆料，想要了解一手内幕。翼龙集团董事长遭入室抢劫，多幅古董画洗劫一空。这事儿一爆出，舅舅慌了，他不止一次的联系我，让我撤案。柔儿，你胡闹什么？舅舅是自家人，自家人算抢劫吗？赶紧把案子撤了，瞎胡闹！撤案！到现在那些画连个影我也没见上，怎么撤啊？舅舅3、2天送回去，别浪费国家资源。报警！你怎么不联系 FBI 啊？电话里舅舅说的像模像样，
好像那个拎不清的人是我。实际上，朋友微信喊话，吴雨柔，我记得你爸不收着一幅张旭的肚痛贴吗？怎么今儿有个男的在古玩街摆摊叫卖，愣说他那幅是真迹，还说是你爸欠他钱还不上，给了他抵债的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我都无语了。我当天下午，派出所来我家调监控，勘察现场。林队3分钟过完监控，皱着眉头问我，你家这明显地是熟人作案，不会查完不了了之吧？没等我开口，一旁的警务员接过话，林队，这不是孙胜言吗？就那个成天顺电动车锂电池那个，前几天刚保出来。我瞪大双眼，谁？警察同志，您说谁刚保出来？孙胜言，我认得他，一晚上拆了41辆电动车，专挑进口的下手，进来还嘴硬，死活不认。后来他女儿来保得他，对，他女儿也胡搅蛮缠的。你们认识啊？好家伙，我就这还是个惯犯啊！要说我家毕竟还是个近亲，想占点便宜多少还能长得开嘴，合着社会大众也是他亲哥亲姐，他想要啥自己动手啊！我就这病得治，还得当回事儿的治。我和我妈说这事儿时，他都不敢相信，还是我爸苦口婆心的讲了半天道理，我妈才意识这事儿有多严重。是我这个做姐姐的纵容的他，你就第一次问我借钱，我看他着实过得紧，就说回头宽裕了再说，哪知你舅舅理解成不用还，妈也不好意思，因为个12800追着他要啊，多伤感情呀。我点点头，妈，你现在醒悟还不晚，就也没做啥杀人放火、天理难容的事儿。但是这回你要还轻易的原谅舅舅，那以后可说不准了。我妈流着泪答应我，你舅的事儿，妈不再管了，妈再帮他也替不了他。你外婆，我妈咬紧牙关，她要冥顽不灵，我这回也不让她。有了我妈这句话，舅舅的事儿很快的结案。舅舅是主犯，判了5年，孙可欣知情不报，反倒从旁协助，判了8个月。据说警务人员都找上门了，我舅还负隅顽抗，迫不得已动了武。舅舅入狱的当晚，外婆直接拿了把菜刀来我家闹，孙梦妍，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居然把你亲弟弟送去局子里，你要不把他保出来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那可是你亲弟弟啊，他又不爱你的事儿，大不了我把你爸留下来的家产都给你。没想到你竟如此狠心，早知道你是这样，当初生下来就该一把扔到叶香桶里溺死算了。这话听得我都一阵透心凉。从来舅舅有事儿，外婆不论对错，只一味的袒护舅舅，贬低我妈。如今连绝情话也说得顺嘴了，邻居早就围了里3层外3层，都搁我家门口瞧热闹。我妈急红了眼，妈，你说我狼心狗肺？是啊，要不是我舍了高中没念，弟弟他能混个大专；要不是我白天砍柴，晚上打工，谁供我弟上学？弟弟找工作，我出钱；谈恋爱，我出钱；结婚买的首饰、家电、房子，还有给弟妹的18万彩礼，哪样不是我给添凑的？就连生可欣和小熊那住院费都是我一笔刷的卡，靠你和我爸吗？你俩每天串门子、打扑克，教的弟弟也是整天游手好闲。你知道你的好儿子为什么被判5年吗？他都成了惯偷了，派出所谁人不认得他？这都你一味的偏袒、宠溺，惯得他除了吃喝玩乐，正经本事什么都没学下。反正缺钱花找我就行呗，我就是一辈子给他添窟窿的。妈，我今儿就和你说清楚，打今儿起，他孙胜言要是改过自新，
我还当他是个人。他要死不悔改，那就是把牢底坐穿，我也绝不多问一句。你缺啥我管够，但从今天起，你我娘俩不必再见面了。反正你巴不得我生下来那天就溺毙在叶香桶里，我也不碍你的眼。我妈说完，头也不回地上楼去了。我爸看了我一眼，追我妈去了。我咳了2声，外婆，您就别添乱了。您就是今晚抹了脖子，明天舅舅还是牢里蹲的，连个看他的人也没了。外婆一脸愤恨，就是你个狼崽子报的警，要不是你多事儿，我哪用进去？你妈也没胆量儿和我翻脸。我一阵无语，外婆犹不解恨，挥舞着2手就要上前掐我脖子。行啊，你们关了我儿子，我就把你关起来，也让你爸妈尝尝我心里的滋味。我一面闪身跳开，一面呼喊着陈婶儿和司机。哪知外婆瞧着瘦瘦小小，力气竟大得惊人。我、陈婶儿和司机3人合力才将她控制住。外婆绷着张脸啐了一口，有种就把我一并关进去。我二话没说，就如了外婆的愿，当即联系了一家养老院，没别的，就是 DIY 定制，满足儿女的一切要求。外婆，您要安分，咱就养老院凑合待着；您要嫌照顾不周，偏要生事，我只能送您上精神病院了。听说那儿的老太太都和您一样，没3、4个壮汉拉不开。外婆一听这话，立时泄了气：你们怎么那么狠心啊？我可是你妈的亲妈，怀胎10月才生下的她，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她拉扯大，没有她哪来的你啊？你居然这么对我，不怕折寿吗？得，我不和她废话了，掰扯不清。我一直在路边等着，直至养老院的人把外婆拉走，这一晚才平静。当然，我千叮咛万嘱咐，吃喝一切捡好的供应，就一条，把老太太看好了，别让人跑出来。不出所料，刚1周过去，外婆就软了。我要回家，我不闹事了，我不管你弟了，我啥也不管了。后来还是我妈没忍住，问我怎么整的。她花了大半辈子没和外婆掰扯清的道理，我怎么1周就说通了？我笑笑，有些事不能用说的。我关了外婆1星期，1楼层空荡荡就住的个榻儿，谁也不准和她说半句话，然后她就憋坏了。我妈笑着打了我2下，鬼丫头，那接下来呢？总不能还把你外婆孤零零的扔那儿吧？令我出其不意的是，我妈居然说，至少让她和其他老人住一起，也好有个伴。我眨眨眼，行，就按妈说的来。于是，外婆室友也有了，也不孤闷。只是我妈很少再去看她。孙可雄被我送到部队上去历练了，听说半年就瘦了20斤，也不知道下回再和我动手，我能不能打赢他？但至少作风和德性应该是不能歪了。至于孙可欣，他进去后曾2次3番的要求见我，我都没理他。从香格里拉出来，舅舅仍觉意犹未尽，又嚷嚷着要泡温泉。这我妈可能会再接受我舅，但我不会再勉强自己和孙可欣接触了。所以他在牢里改造得如何，我一点儿也不想知道。我妈1年到头也就正月去看1次舅舅，不过总是聊不了几分钟就出来。也是舅舅入狱后，我们才知道他外面70、8岁的还贷了不少款。我妈一点儿没念旧情，直接把舅舅的房子抵押出去。若是他出来以后能踏踏实实的奋斗，兴许房子还保得住；若是他仍不悔改，那再进去也是迟早的事儿，房子也没啥用。我外婆更是像变了个人，逢年过节打电话问我妈有没有空。我妈好几次不耐烦，行了，知道了，最近没空。完了说，
这才是娘家的正确打开方式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